這可能是我們修復過的最稀缺的一台法拉利。你敢相信這台60多年前十分稀有的法拉利250 GT 被在颶風襲擊後的車庫中拯救了出來？全車漆面多處爆漆，車體鈑金锈蝕嚴重，全車除了發動機不響哪都響，就連這顆60多年前的 V12大心臟也已經停摆。內飾情況更不用多說，老鼠們已經在車裡住窩，就連咱们的跃马徽標和后燈也已經失竊。我們想讓它重返60多年前的巔峰時刻，看我們把全車打散翻新，最後能修復成什麼模樣吧。話不多說，我們直接開拆。这时我們發現這漆面也是後期重新噴塗過的，車身各處油漆厚度都不一樣，怪不得漆面會開裂，這同時也說明車身鈑金也存在凹凸不平的問題。机電師傅上場檢查一下全車線路和設備情況，記錄一下需要更換的電器元件，同時清點好所需元件數量。儀表台包覆的皮料也已經老化破損，感覺每一塊皮料下一刻都會化成碎片。接下來開始對內飾進行拆解。儀表台內雜草叢生，或許車裡還藏着幾隻老鼠也說不定。儀表台上還有許多電器件的缺失，這部分零件只能靠咱們手搓出來。儀表台內線路和雜草樹枝盤根錯節，師傅只能一根一根慢慢梳理出來。座椅下方全是海綿老化的渣子。剩下的車體準備拆除底盤及發動機，先調出咱們的 V12 發動機。這就是發動機的全貌了，裡面甚至還有雜草，希望內部的情況不會太糟糕。現在看到的就是這台車的所有零件。由於工期較緊，所有車間的師傅們都動起來參與修復。這顆發動機存在的問題比較大，咱就打散看看，清理一下雜草。真的是慘不忍睹啊！還有個活塞環生鏽堵死，氣門因為化油器鬆動導致污垢堵塞，積碳、生鏽、堵塞三個大難題全都出現了。繼續拆剩下的凸輪軸，好在這一部分的問題不大，做個細緻的清潔保養即可。這些發動機零件咱們送去超聲波清洗一遍，氣門機油封件只能換新。另一邊的機電車間師傅正在對發動機電機進行電壓測試。發動機缸體因為結構精密的緣故，無法進行打砂來翻新表面，師傅只能手動完成對缸體表面的清潔和翻新。清洗完成後的氣門用氣門振動器來解決部分氣門滯留和卡滯的情況。完成後，利用煤油做氣門的滲漏液測試。測試無誤後，咱們的氣門部分翻新完成。另一旁的活塞環和缸体也完成了清潔和翻新。
接下來就是發動機各類零件的間隙測試。由於原車年代久遠且資料缺失，這裡我們花費了大量精力來完成，以保證達到最終效果。開始裝配。裝配完成的發動機還要進行一系列運行測試，以應對咱們最終的實車實地測試。一起來聽聽60多年前的自吸 V12吧。完成後的發動機就可以送去漆房噴涂保護漆，至此這台發動機就修復完成，等待上車。與此同時的車體部分準備開始脫漆工作。有沒有很解壓？更解壓的來了。這麼厚的漆層，怪不得漆膜一打出來樹脂不容易呢。角角落落都需要清理乾淨，好多殘留的泥沙。將車身上的漆面處理乾淨後，送去漆房噴塗底漆。底漆完成後，跟隨鏡頭一起來看看車體鈑金情況。像這樣薄如蟬翼的鏽穿處，全車多達70處。這種隨便一敲就能夠鑿穿的鈑金，實在讓我害怕。接下來就讓咱們的鈑金師傅接管現場，為這台經典法拉利重塑身軀。第一步，先在車內焊接支撐結構，防止後續鈑金修復造成二次形裂。由於250 GT 為鐵質框架結構，我們選取一樣的修復材質下料，裁切，在板材上刻出直彎線，上直彎機，根據不同修補處的大小進行修復材料的微調。重複上述操作，做出不同部位的修補件。補上環氧底漆，這層底漆能夠更好的防腐、防鏽，避免修補處再次出現鈑金鏽穿問題，同時更好的為色漆提供較好的附着基底。這樣，咱們的修補件就大功告成。現在只需要對修復區域進行切割替換就可以。接着将机蓋、車門等部件上車進行合度調整，這期間也要不斷調整部件間的間距和縫隙，最大程度做好與原車相匹配。下一步，對鍍鉻裝飾件進行底漆前的合車校對。合車完成後，外觀件將進行进一步的翻新，車體部分就送入漆房進行膩子修復和底漆噴塗。先刮膩子進行找平，手工打磨還原平整度，噴塗環氧底漆。底漆完成後的車身還需要進行鈑金2次校對。補完膩子和底漆的車身對部件合度略有影響，而本次合車就是為了消除這樣的影響，進一步縮小間隙誤差範圍。之前發現車輛前中網也發生了腐蝕和形裂，現在師傅就開始處理前中網翻新問題，依舊採用咱們125S 同款的木模直翻技術。之前咱們復刻法拉利125S 大量使用了這個方法，完整版復刻視頻我也放到咱們主頁了，想了解的朋友們可以點進我的主頁查看。好了，話不多說，咱們接着翻新。第一步，先切割好木模板材，調整板材形狀雏形，上胶加壓，切割打磨多餘部分。這一部分咱們一定要嚴格按照原車弧度來調整，注意弧角細節。
木模完成後，上鈑金材料進行貼合提鑿，直至完成前中網的外輪廓造型。將制作好的前中網外輪廓與提前制作的金屬格柵按順序安裝。這樣，咱們的中網就翻新完成，等待上車。看這個方向盤也已經老化開立，只能再麻煩木工師傅為這台車量身打造一個，也就是先切割合適大小的板材，貼合板材胶合加压。這裡一定要慢慢緩着，如果發生斷裂，那麼這一整條木材就宣告作廢。趁着等待成型期間，打磨拋光一下方向盤鐵件，依照方向盤的尺寸大小確認好對合槽口位置，做好標記，寫出方向盤的對合槽口。接下來就可以對合方向盤並打磨出型。接下來換砂紙手工进一步打磨，最後上一遍保護清漆，就大功告成了。機電師傅這時開始翻新儀表台和零部件，先將儀表台上的零件全部拆除，剩下的台面送去漆房重新噴漆包覆皮料。師傅針對這些儀器逐一調修測試，實在沒法修的零件，咱們就自己手做一個處理。例如這個銅製線束墊片，漆面和皮面翻新完成後，依次將翻新好的元器件重新裝好，這樣咱們的儀表台就已經翻新完成。另一旁的漆房內，車體準備開始噴塗四漆、清漆。果然还是亮眼的法拉利紅最吸引人眼球。此时的漆面還不是最終呈現效果，師傅們還要不斷對漆面進行拋光和打磨，直至還原車漆鏡面效果。這座椅沙發和內飾也已經爛得不成樣子，先分離海綿和坐墊，核心棉已經老化的不具備支撐性了，回彈海綿也出現了餅乾化跡象。先全部拆下來看看，剩下的骨架部分送入打砂機出修。這麼一對比，效果還是非常明顯。接着為打砂後的骨架埋入回彈骨架。下一步对海綿坐墊進行翻新修復，選取高密度海綿作為支撐海綿，將支撐海綿與骨架粘合。這時要在支撐海綿中埋入支撐鋼絲，對高密度海綿起到支撐作用。緊接着裁剪低密度海綿，用於增加座椅的回彈舒適度。高低密度海綿結合能為駕乘者帶來舒適的體驗。下一步測量原皮料設計間隔和大小，比對老皮料，在打樣模板上畫出尺寸，按照尺寸裁剪新皮料，將各個部分皮料縫合後包覆海綿座椅。這樣咱們的座椅就完成了翻新，其餘內飾件同步完成。最後一步，將翻新好的所有部件上车组裝，先鋪設好全車線路單元。下一步安裝全車的心臟的發動機。太關鍵，內飾一樣一樣接着，一起來欣賞一下最終的成果。仅外觀修復完成還不算完，我們所有修復過的車都需要進行實車實地測試，高強度動態測試檢驗工藝品質。
本期法拉利250 GT 修復視頻到此結束，我們下期不見不散。